这边的社区跟我原本想象的，就是偏乡跟都市的孩子都不一样。这边真的太需要帮忙了。但让我很感动的是，校长他居然会想要帮忙这么多。我原本想说，老师的功用就是在学校的时候能帮就帮，那回家了就回家了。但是校长那个时候他就觉得说，孩子他回家之后没有人照顾，没有人给他吃饭，他就想尽各种办法，找各种的资源，把孩子晚上能够留在学校参加夜光天使，然后有课后照顾班，然后有基金会的资源，然后来做这样子的支持。那其实，在103年，响潭也发生一件事，这一件事就是让我彻底觉得一定要老幼共学的关键。夜幕低垂，早已过了放学时间，但响潭国小却还灯火通明。这里也没有补习班，孩子们一放学就是家里，不然就是整个的村庄。那孩子也没有图书馆，离我们最近的新皮乡立图书馆是在8公里以外的地方，而且它没有交通工具可以到达。所以因为这样，所以孩子们在阅读上还有很多学习上，它确实是非常弱的。如果你开车来的话，你会发现这个村庄它非常的偏，然后有的孩子可能是回家之后都没人管，然后在社区游走。在社区游走这件事情是我们要把孩子留在学校最大的原因啊，不然12点半放学，不都半天吗？那下午他们就在社区游走，对，然后没有大人的照顾的时候，其实就会衍生出很多的问题。当一个乡镇人口严重外移，青壮年为了工作离开家乡，留在社区的只剩下老人和小孩。屏东县新皮乡就是这样的地方，这里65岁以上的人口占26.86%，远远超过全国平均的20.22%。整个经济产业活动的调整，然后让这边变得很孤立。但是因为家长要去外面打拼工作，所以孩子他得到的支持跟关怀真的比较少。就是通常以前像一般的市区也有科照班哦，那科照班可能是一个学校就一个班，500个人就30个小孩。但是在我们这边，可能80个孩子有科照或是夜光需求的，可能有50个、60个。所谓的课后照顾，不止学业补强，也包含课外的土地连结。我们一开始在校门口集合的时候，我们要先准备这个，这叫什么？头灯，带这个，然后走，不可以讲话，要先听猫头鹰的叫声，学猫头鹰叫，要吸引它。找到了，走，转镜头，转。来，看我的灯，看我的灯，有没有看到？1、2、3、4、5，他们都粘在一起，好，N 只。虽然我没有抓到，但我有碰到一只黑框蟾蜍，然后还有亚洲锦蛙。本土种的土地越来越少，外来种数量就会越来越多。然后那个青蛙就直接跳走，然后跳走还好，他们可能就自己觉得没什么。但是当跳走的那个刹那，旁边的那一群大人们就开始哀嚎，就说哎呀，然后就开始全部人都在那边翻，然后就是有种哇完蛋了。他们就会知道，原来外来种就是一只让它跑掉，居然会有这么多人会因此而觉得说哇，感觉天崩地灭了。我觉得孩子的问题是没有问题感，就是当那个事实发生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怎么带着孩子去思考有没有不同的可能性。开拓学生视野的同时，更引导他们走进社区和长辈交流。猫头鹰阿公，他的记忆当中就是满满的甘蔗田。阿公呢，他真的也要去吃青蛙，结果要去吃的时候才发现
不行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是亚洲锦蛙，因为有毒，所以阿公就他的生命里面，他就一直想，奇怪，以前的甘蔗田到哪里去了？过去学长姐一笔一画勾勒出的绘本，成了现在学弟妹和爷爷奶奶一起读的故事书。老幼共融共学是校长的坚持。除了看见偏乡资源的落差，也在一场悲剧后让他体悟，教育要接住的是孩子，还有背后的家庭。妈妈没有回来，所以这个爸爸他那时候就觉得约定了，你怎么没有回来？那时候他就喝了一些酒。喝了酒以后，他就饮瓦斯气爆身亡。当我接到这个电话要我回到详谈来的时候，其实这个阿嬷很难过，她就一直告诉我说：“校长，如果他的儿子能够多读一点书，今天应该就不会做这样的选择。”这个孩子都还不愿意去殡仪馆看他的爸爸，也不愿意，也不哭，其实家人很担心。所以那时候我才会觉得说，原来一个教育我们陪伴的，还真的不是只有孩子，真的不能只有围墙内，我们可能要照顾的不只是孩子，还有孩子的家人。那时候我就很坚定的成立了新皮乡乐龄学习中心，我希望我们的老人也能够被陪伴。这份理念影响了当年还是助教的曾家明，让他的教师之路就此改变。听校长讲，他来到这边，看到孩子的状况，看到孩子背后社区的问题，然后看到这边的爷爷奶奶跟阿公阿嬷需要帮忙，然后他在这边努力做各种乐龄啊，接很多的计划，只希望给孩子有更多的资源。那个时候我才知道，哇，原来老师能够做的有这么多。我的老师的路就完全转弯了，从那种想要赶快考上公务人员考，这就像是那个教师甄试，然后变成在想要怎么样才可以做更多事情来帮助孩子。正常人都会全部都考，然后赌看哪一个考得上。我就都不考，我就只考屏东的实验教育组，然后就只要来这间学校。106年那时候跟所有的伙伴们说，我们来办公办公营的实验教育。因为105年我全校的学生只剩51人，那如果满3年，他的学生不满60人，其实是会被检讨的。那我觉得这样一个偏乡，它不能没有学校。106年那时候基金会呢由屏东县政府引荐，就到我们这边来，要媒合公办民营。我也很感佩谢文校长，他也都陪着基金会每一天都到我们要下班的时候8点多9点多才一起离开。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，我们就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讨论，不管是白天或者是课后照顾，这一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或者是我们该检讨、该去调整的地方。为了争取更多资源，他们一路写计划、找方法，也希望可以把学校打造成另外一个家。像有的孩子，他可能是因为弱势，所以真的有很多不同的状况。所以会希望说可以给孩子一个家的。对啊，所以家详谈是我们一直很在意的一个价值，就是我们希望学校是孩子另外一个家。当然不是取代原本的家，原本他的原生家庭，这个功能很重要。但是我们在学校营造另外一个地方，让他们是有安全感的。所以，像我们每个月都会有孩子的庆生会，因为我们就想说，每个孩子的出生都是值得被祝福的嘛。但是，如果他家里是没有办法给他生日蛋糕，或者是给他有一个这样子小小的庆典，那我们学校就来帮忙这一块。好，请大家对里面的小朋友分享一下。真心呢，都是我们中心的寿星哦。好，让大家看到你们可爱的脸，说不止的话，然后还有大家对你们的祝福。请说。祝我们家越长越高。好，祝我们越长越高。这样的用心，也让详谈国小学生数从原本的50人，如今增加到80位以上。一开始我不太喜欢让我的孩子回到乡下这边读书，其实我真的看不到，如果孩子把他放在这边的话，是不是会有怎样的
教育啊，或是未来对，因为真的改变很多。老实说，因为我也是这里边也是我的母校，真的整个环境啊，不管是老师还是就是教育的方式都有改变到。我们平常在谈我们学校的时候，比较不会谈弱势，或者是那种偏乡小孩，用这样子的语言在谈我们，有点像是我们是一个弱势，是需要帮忙的。那这边的孩子，这边的社区，我们这边的学校，就是永远都是一个弱势，需要帮忙的人，对。但所以我们其实反而更希望的是发展出一种骄傲，就是偏乡它并不是一个负面的代表词，反而我们可以拥有更多的空间、更多的时间、更多的弹性，可以让孩子有更有趣的教育。当新皮乡的夜晚降临，唯独想谈国小的灯还亮着，照亮了孩子、社区，还有那一个个等待偏乡的梦想。嗨，我是潘彦佑，今年11岁，然后以后长大要当心理医疗师，因为想要去帮助想不开的人。我长大想当老师，因为可以让更多人变聪明。我的梦想是我可以当医生，因为可以帮大家看病，这样大家身体就会越来越健康。